我从河南来，带着胡辣汤。老夫人，镯子在大小姐的包袱里。啥？怎么会？祖母送我的风血玉镯，怎么会在姐姐的包袱里？安嘞老天爷，这锅摔了挺溜啊！要不是你把院主陷害死了，我也不能穿进来看恁打一场戏。姐姐是不是很喜欢这只镯子？你若喜欢，只管告诉我便好，何必偷偷拿走？母亲，姐姐刚回府，不懂府里的规矩。她从小流落在外，没有见过这些东西，一时喜欢也是正常的。求母亲不要责罚姐姐。乖乖嘞，这妮儿跪的可真丝滑，膝盖底下是俺弹框了。一句话给俺扣仨帽子，偷东西没见识不懂规矩，搁现在不得给恁颁个绿茶优秀毕业生？姐姐才是父亲母亲的亲生女儿，这些年是我占了姐姐的位置。别说一只镯子，就算姐姐想要我拥有的一切，我也心甘情愿地还给姐姐。来了，真假千金必备台词，俺看过800本，800个假千金都是这套词。恁几个绿茶是不是和一个四说学来？大哥，月慈没有怪姐姐，你们也不要怪她。你先起来。月慈处处为你求情，你也该给他一个解释。咦，大院中登场了！这位大哥后面被假千金算计了，断2条腿，搁床上还替他找理由嘞。现在证据都没查，就开始替绿茶撑伞。不中，这歌暂时不能赢。沈之意，你为何如此看着我？我没有，大哥，奇怪，怎么说不出来？都别哭了，之意，你说说，这只镯子为何在你包袱里？孙女不知，姐姐不愿意承认也没关系。这只镯子我送给姐姐便是。你说啥？真正的风血玉镯，颜色又深道浅，里面还有一道天然金线，镯上这玩意儿红的跟辣椒油样，送给我。内侧全是染料裂纹，给狗当项圈狗都不戴。这镯子不对。大哥，拿来给我看看。这不是我送给月慈的那只。怎么可能？我每日都戴着，绝不会认错。恁当然没认错，真镯子是恁亲手交给周嬷嬷藏的，就藏在她床底下第3块木板下面。左边放镯子，右边放300两银票，中间还夹着一张恁写的纸条。干坏事还留纸条，咋嘞？生怕官府破不了案。来人，侯爷，去搜周嬷嬷的房间。父亲，奶娘照顾我多年，绝不可能偷我的镯子。既然不可能，搜一搜，正好还她清白。可是，父亲，周嬷嬷年纪大了，又对月慈忠心耿耿，没有证据便搜她的房间，是否不妥？镯子丢失，知意的包袱都能搜，周嬷嬷的房间为何不能搜？俺这大哥偏心了，跟瘸腿镯子样。俺刚回家，包袱说翻就翻，轮到假千金的奶娘，倒搁这讲起规矩了。你笑什么？想起了一个瘸脚镯子，胡言乱语。侯爷，老夫人，东西是在周嬷嬷床下第3块木板中发现的。将赝品放进沈之意的包袱。月慈，这是你的字吗？不是，母亲，这不是我写的，肯定是有人模仿我的字迹。姐姐，是不是你？你怨我占了你的位置，所以故意陷害我和奶娘。乖乖嘞，证据怼脸上还能反咬，恁这嘴可真不赖，死了都能叫恁说活了。大哥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过。父亲，这纸条来得太巧，仅凭一张纸还不能证明是月慈所为。大哥，真镯子、银票、纸条都找出来了，还不算证据？也可能是周嬷嬷自作主张。或许奶娘是怕我受委屈，才背着我做了错事。大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中，又把锅甩给奶娘了。这妮儿一哭，大哥的脑子就跟泡水了样。接下来该装晕了吧？3、2、1。
劲儿，大哥犍木结主，绿茶今天是遇见地心引力了。把周嬷嬷关起来，月辞禁足3日。此事查清之前，谁也不许替他求情。坏了，按照套路，投镯子失败，下一步就是挑户。这妮儿不会明天就约俺去河边吧？大小姐，二小姐，请您去荷花池边说话。瞅瞅，说挑户，挑户就来了。这剧情比村口大喇叭报天气还准。月辞找你做什么？二小姐说，昨日之事让大小姐受了委屈，想当面赔罪。赔啥罪嘞？他是想把俺骗到湖边儿，骂俺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再趁俺生气的时候自己跳下去。假山后面藏着俩丫鬟，等会儿就会冲出来说是俺推的。他袖子里还藏着一包驱寒药，跳湖前都准备好喝热汤了。姐妹之间有了误会，确实应该说开。知意，你便去吧。亲娘嘞，咋还把俺往坑里推？姐姐，你来了。妹妹找我何事？沈之意，你别以为昨日赢了一回就能夺走我的一切。我在侯府生活15年，父亲、母亲和哥哥们最疼的人永远是我。中，没人以后连声音都不加了是吧？刚还矫揉造作了，这会儿跟母夜叉附体样。你以为找出一只镯子，大家就会相信你？昨日大哥已经说了，可能是奶娘自作主张，他还是相信我。妹妹说的对。你不生气？我为何生气？因为你永远争不过我。姐姐，我已经把一切都让给你了，你为何还不肯放过我？我勒个乖乖，变脸都没那么快，这是算准大哥快到了，提前开演嘞。月辞，姐姐，我求你了，别再逼我离开侯府。沈之意，你在做什么？救命啊！姐姐陪我。瞅瞅，俺就说大园中必定下水，这湖水嫩凉，绿茶和驱寒汤，大哥可啥也没准备，回头发热了，还得俺娘照顾，图了啥？这是什么？继续，哀家还没看明白月辞是怎么被推下去的。祖母，你们怎么都在？听说二妹妹要表演落水，我们特意来看看。哼，果然精彩。程泽，先把月辞放下来。大哥别急，月辞刚落水，他们便准备冲出去喊是知意推的人，可惜还没来得及出场，就被我们抓住了。是二小姐让我们躲在假山后，她说听见落水声就冲出去指认大小姐。胡说，我从来放不过。这是什么？驱寒药，剂量不小，服下后可以迅速驱散寒气。准备了还不少，正认驱寒液落水姿势，不颁个奖都对不起恁这演技。这要不是我的，是姐姐放进我袖中的。知意离你至少3步远，他怎么隔空把药塞进去？即便证人有问题，也不能证明月辞是故意跳湖。刚才他落水时，知意的手确实放在他肩上。大哥可真是铁打的脑子，水泡了都不开窍。俺来手是他自己拽过去了，他右手腕内侧还有自己抓出来了红印。要真是俺推他，印子该在肩膀上，不该在手腕上。把月辞放下来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害怕，姐姐靠近我的时候，我只是想抓住她，我没想到会掉下去。或许是我自己站不稳。既然是误会，便到此为止。误会？他安排2个丫鬟做伪证，也是误会？也许是丫鬟自作主张。大公子，这就是二小姐吩咐的。二小姐还说，只要把大小姐赶出侯府，就赏我们100两。大哥，他又要晕了。大哥虽然脑子还没长全，手倒是学会收回去了。月慈禁足半月，这2个丫鬟交给管家审问，谁再替他求情，一起禁足。按照渊叔落水剧失败以后，他就该回俺给娘准备的寿礼了。坏了，俺那副双面绣还在房里搁着嘞。知意，听说你为我准备了寿礼。他怎么知道？顾明主的生辰宴就在3日后。渊主在乡下时跟养母学过刺绣，为了讨亲生母亲欢心，他花了2个多月，绣出一幅双面百鸟朝凤图。可在原书里，这幅绣品还没送出去，便被沈月慈泼上墨汁。沈月慈再拿出一幅提前仿制的绣品，说是替原主挽救颜面。结果他的绣品精致华美，原主的绣品被毁得不成样子，所有人都夸假千金，孝顺能干，衬得原主粗笨无能。还中，没让那女儿子下手，不过他肯定已经仿了一幅。沈月慈最爱在右下角藏一朵小兰花，这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是恁绣的。今晚把知意的绣品送到我的库房，再照原样放一个箱子在这里。母亲，前几日是月慈不懂事，让母亲伤心了。今日母亲生辰，求母亲喝了这杯茶，原谅月慈。母亲，月慈已经受过罚了，今日宾客众多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起来吧。大哥又开始了，人家绿茶有亲爹亲娘，用不着恁1天3顿的心疼。回头他给恁马车轮子锯了，恁躺床上再慢慢心疼吧。他为何总能说出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，又为何句句针对月慈？姐姐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月慈可否先看一眼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可是姐姐为母亲准备的寿礼，都怪我笨手笨脚。月慈，你有没有伤到？俺大哥的关心真是专一，礼物毁了不问，先问泼墨了人手疼不疼。姐姐辛苦准备的礼物毁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不过我也准备了一幅绣品，若姐姐不嫌弃，可以先用我的绣品献给母亲。沈二小姐果然心灵手巧，同样是绣品，二小姐这一幅更加精致。她还愿意拿出来替姐姐解围，真是善良。只要母亲高兴，月池受些委屈也没什么。乖乖嘞，先回俺嘞，再拿自己的出来踩俺一脚，这流程熟的跟包饺子似的。可惜能回了才是自己的。那右下角的小兰花藏的跟芝麻粒儿一样，真当没人看见。把被毁的绣品展开。夫人，已经被墨汁浸透了。展开。这朵兰花
是你的记号吧？母亲，为何被你毁掉的绣品上会有你的记号？难不成被毁的本来就是沈二小姐自己的绣品？她为何准备2副相似的，还说要替大小姐解围？或许姐姐绣制时模仿了我的记号。那是真敢说！俺在乡下绣东西的时候，压根不知道后府还有恁这一号人。咋了？俺搁这几百里托梦偷学的？月慈，你这个解释未免太牵强了。也许只是巧合。大哥，这不仅有兰花，这里还有月慈院中绣娘特有的收针方式。来人，将真正的寿礼拿上来。这是知意亲手绣的，娘仨提前拿走了，他不会只能听见俺心里说话吧？母亲，既然姐姐的寿礼没有被毁，那便皆大欢喜。我的绣品毁了也没关系。你的绣品为何会放在知意的箱子里？你又为何提前准备了一幅与知意几乎相同的绣品？母亲，今日是您的生辰，或许月慈只是想给您一个惊喜。他将自己的绣品放进知意王中，又当众毁掉。若知意的珍品没有提前取走，今日被毁的便是知意2个月的心血，你还要替他找多少理由？儿子只是觉得事情或许另有隐情。另有啥隐情嘞？沈月子就是把刀架他脖子上，大哥估计还得问他手酸不酸。算了，俺也不指望他。命人将真正的绣品挂在正厅。扔了吧。别扔啊！那么大一块布，洗洗还能盖桌子。算了，洗干净送去库房垫箱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每一次都被他躲过去？小姐，奴婢总觉得夫人他们像是提前知道您的计划。沈之一定在我身边安插了人，把院中所有人都查一遍。接下来还要按照周老爷的吩咐行事吗？当然，只要大哥永远站在我这边，我就还有机会。明日大哥会在花厅宴请客人，把这包东西放进他的酒里。小姐，这可是……我不是要害大哥，我只是替他选一位合适的妻子。坏了，下一步不是陷害俺，这妮儿要给大哥下药啊！大哥明天只要喝一口，醒来就得跟一个陌生姑娘躺一张床，到时候不娶也得娶，后父还得被人家拿捏一辈子。乖乖嘞，大哥这是说话了，还是终于知道酒里要放药了？不能吧，他那脑子还没开光嘞！你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路过。刚才在想什么？什么也没想。重新准备1壶酒。咋还重新准备嘞？明个春涛就会趁人不注意把药下进酒壶里，大哥还会亲口喝下去，躺进客房。和姓刘的姑娘会钻进被窝，哭着说清白没了。这门亲事要是成了，刘家就会靠着后父做家账。最后大哥断腿以后，刘家还卷走了他一半家产。明日宴请的宾客中，可有柳家人？有，城南部商柳万成会带女儿前来。可算知道怕了，不容易啊！俺还以为大哥得喝完药才知道酒不能乱喝。你觉得今日会不会有热闹？二哥为何这样问？
直觉。还装直觉嘞？恁几个一大早就做得比看戏还争气，瓜子儿都快揣袖子里了。来了，就是这壶，药下在壶嘴附近，只有第一杯最浓。春桃等会儿会先给大哥倒酒。大公子，二小姐身子不适，不能亲自来陪客。这是二小姐特意让奴婢送来的桂花酿。她说前几日惹大公子担心，想借此赔罪。月慈让你送来的？是，赔罪是假，赔个媳妇是真。大哥只要喝下去，半个时辰后就会浑身发热。刘妍儿已经收了银子，等会儿会装醉进客房。不是吧？都知道里面有药了还喝？大哥，我替你喝，不必。咋嘞？大哥是嫌自己亲事太少，想开盲盒？俺的娘嘞！真喝啊？这可不是暂时不能要，是压根没法要。月慈特意送来的好酒，你替他尝一尝。奴婢不敢。为什么不敢？这是给大公子的。我让你喝。大公子饶命！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酒里有乱人心智的药。侯爷，这与我们柳家无关。还没问你，你急什么？我只是来赴宴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上面写着，事成之后送柳家城南2间铺子，落款正是沈月慈惯用的兰花记号。春桃，是谁让你下药？是二小姐。胡说！我从未让你做过这种事。小姐，明明是您说柳家姑娘温顺，大公子一定会喜欢。你还说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大公子不娶也得娶。大哥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柳姑娘出身虽不高，却温柔懂事。你一直不肯成亲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所以你给我下药？我没想伤害你，我只是太着急了。大哥，你相信我。好家伙，给人下药都能说成操心婚事。照他这说法，拿刀捅大哥一回，是不是还得说怕他冷，给他开个透气孔？你早就知道柳家账目不干净。我不知道。那为何偏偏选柳家？只是巧合。又巧合？绿茶的巧合比俺老家地里的猻苗还多。再问下去，他就该撞晕了。中，大哥终于不接了。脑子虽然还没长全，手倒是先行了。将春桃和柳家妇女分开审问，月慈禁足。只是禁足。事情还没有全部查清。大哥，酒药人证纸条全在这里，你还要查什么？也许背后还有人利用他。大哥这不是相信他，这是拼命给自己找理由。毕竟疼了15年的妹妹忽然变坏，他不敢认嘞。祖母还在生月慈的气，月慈不敢进去，只求祖母能喝一口我亲手熬的汤。祖母身子不适，你先回去。大哥，我只是担心祖母，这汤我熬了2个时辰，哪怕祖母不肯见我，也请收下。俺的娘嘞，这汤可不能喝，里面放了慢性毒粉。第1天头晕，第3天吐血，第7天神仙来了都够呛。你怎么了？
没事儿，俺总不能说这汤一口下去，祖母就该汤斑斑了吧？毒粉藏在周嬷嬷鞋底夹层，她被关之前把药交给了春杏，春杏刚才熬汤时背着人倒进去。三哥要去哪里？随便走走。三哥以前最关心祖母，怎么汤都没送进去便走？正因为关心，才要查清楚汤里放了什么。大哥，祖母还没喝，三哥便怀疑我，难道我在这个家里已经如此不可信了吗？怀瑾只是谨慎，那便让府医验汤。岳慈既说是孝心，也不怕验，自然不怕。大哥，你看，汤里根本没有问题。味道不对，哪里不对？这汤中有断肠草炼制的慢性毒粉。不可能，汤是我亲手熬的。对，恁亲手熬，哑火亲手下毒，分工还挺清确。岳慈，你说是亲手熬制，那毒粉为何会在汤里？祖母，岳慈不知，可能是有人偷偷下毒，想嫁祸给我。是谁？也许咱又看，俺是锅，啥都往俺身上甩，俺连厨房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还能隔空下毒？知意今日一直陪着我，他没有靠近过厨房。那可能是下人做的。来人，将负责熬汤的人全部带来。春杏，你鞋子里藏了什么？没有。鱼汤中的毒粉遗址。奴婢知错，是周嬷嬷让奴婢做的。周嬷嬷被关了数日，如何吩咐你？想好了再说。你家中还有一个弟弟，去年赌钱欠下300两，就在3日前，债突然还清了。二公子，银子是谁给的？春香，你不能为了脱罪污蔑我。小姐，明明是你让我下毒。你说老夫人喝出问题后，再把剩下的毒粉放进大小姐房里。你还说，只要大小姐被赶出侯府，奴婢便能得到500两。你胡说，我从未说过，这是小姐给奴婢的信物。岳慈，玉佩为什么在他手里？我前几日丢了，定是他偷的。瞅大哥这脸色，脑子终于有点动静了。不过想让他彻底相信还早嘞，只要假千金一哭，他那脑子还能再泡回水里。大哥，连你也不信我了吗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我没有。够了！从今日起，沈月慈幽禁佛堂，除送饭婆子外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春杏交给管家审问。大哥，救我！中，这回大哥没替他求情。虽然离长脑子还有10万8千里，好歹开始上路了。废物！春杏怎么会被发现？奴婢不知。沈之意一定提前知道了什么，他身边肯定有人给他传消息。小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祖母那条路走不通，就毁掉她的名声。女子一旦与外男私会，父亲再疼她也保不住。二公子，您的那块青白双玉玉佩，府里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，但奴婢看见大小姐昨日经过您的书房。然后呢？奴婢不敢胡说，只是听人说大小姐最近经常往后院去，那里似乎还有一个陌生男子。来了，偷玉佩夹私会外难，恁这剧情衔接的挺丝滑啊。慢点吃。二哥咋突然恁体贴？不会点心里也有药吧？若二公子不信，可以去大小姐房中看看。奴婢听说那块玉佩就在大小姐枕头下面。你听谁说的？是奴婢猜的。猜得真准。那便去搜。搜呗。玉佩昨晚就让春桃塞进俺枕头下了。后院那个男人叫刘琦，收了假千金50两，他怀里还揣着一封所谓俺写的情书。可惜那封信是沈月莲亲手写的，他写君心似我心时，最后那个心字总爱多带一勾。我先去后院看看，既然要查，
便一起查。之意，你可愿意让人搜房？可以。找到了！二公子的玉佩果然在这里，大小姐昨日偷了玉佩，定是送给外男做信物。之意，你如何解释？我的玉佩昨日根本没丢，真正的玉佩在我这里，床上的这一块是赝品。怎么会？你不是说亲眼看见之意进我书房吗？连真假都分不清，就敢作证？奴婢看错了，这只玉佩或许是大小姐自己买的。人在后院抓到的。我与沈大小姐两情相悦，她约我今日在后院相见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这是大小姐亲手写给我的情书，里面还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。大哥是不是又信了？信纸是从沈月瓷房里拿的，墨也是他惯用的梅花墨。最显眼的是最后那个信字，多出来的勾都快戳到下一行了。把月瓷平日写的字拿来。不可能，给我信的人明明说什么？我找，是沈二小姐让人找我，她给我50两，让我假装与大小姐私会，事成后再给100两。乖乖嘞，这回证据总够了吧？再不够，俺要去把价钱金脑门上刻个坏人俩字。大哥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这是你写的？不是，我从未见过。那个心字的写法是你的习惯。大哥，天下字迹相似的人很多。这也是别人的。我的荷包早就丢了。又丢了，镯子丢了，玉佩丢了，荷包也丢了。所有东西只要变成证据，你便说丢了。大哥，你不信我了？我相信你，可你至少给我一个能相信你的理由。大哥，我只是害怕姐姐回来后所有人都变了，母亲不再只疼我，祖母也开始讨厌我，连二哥三哥都站在他那边，我只有你了。唉，完喽，绿茶又打感情牌了。大哥最吃这一套，他下一句肯定是我不是想害姐姐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们。我不是想害姐姐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们。中，一字不差，要不俺去天桥底下摆摊算命吧？害怕不是害人的理由。之意，这件事是我错怪你。大哥不必放在心上，道歉有啥用嘞？捅俺一刀，再问俺疼不疼？这哥想彻底长脑子，还得再摔几个跟头。大哥也开始怀疑我了。既然感情已经拴不住他，那就让他永远开不了口。你想做什么3日后，大公子要出城，马车走到山路上，车轴一断，谁会知道是人为？大公子可以启程了。坏了，就是这辆车，车轴让人锯了一半，跑到城外山路上，轮子就会飞出去。袁淑丽大哥就是从山坡上摔下来，两条腿全断了，后半辈子躺床上，还觉得沈月慈是被人利用。大哥，等一下。做什么？今日不宜出门。理由？我昨夜梦见你摔断了腿。二哥找理由恁随便嘞，咋不说做梦看见大哥变成蛤蟆了？
大哥，这里有新木器。大公子，奴才昨晚检查时还没有。马车一直停在哪里？就在后院车棚。昨夜谁靠近过？二小姐身边的秋月来过，她说二小姐让她取一匹布。把秋月带来。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，还没问你就先不知道了？奴婢只是去取布，没有碰过马车。大公子饶命！是有人逼奴婢的。谁？奴婢不认识。昨晚申月次亲手把锯子给他，答应事成后送他500两。这会儿要是去搜7月床底下，银票还热乎着呢。大哥，银票是从秋月床下搜出的。大公子，奴婢知错，是二小姐奴婢做的。她说只要马车出了意外，所有人都会以为是车正年久失修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二小姐说，大公子已经开始怀疑她，既然不能继续保护她，那便不能留着你坏她的事儿。乖乖嘞，真下死手啊！大哥以前护他跟护犊子样，他说扔就扔啊！这下总不能单说他年纪小不懂事儿，被人利用了吧？徐福腾，大哥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从未见过。小姐，你救救奴婢！奴婢全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。贱婢，你为何要污蔑我？银票也是您给我的。胡说！大哥，你弄疼我了。车轴断裂后，马车会翻下山坡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让他去车轴，是他自作主张。又是下人自作主张。周嬷嬷、春桃、春杏自作主张，刘琦也是别人收买。月慈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为了你自作主张？因为他们想害我。大哥，你曾经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会相信我。我相信了你太多次，所以差点害死祖母，也差点毁掉知意，如今还差点害死我自己。大哥，我只是害怕失去。中，大哥这回是真的把脑子从水里捞出来了，虽然捞的晚点儿，好歹没泡烂。知意，过去是我偏听偏信，对不起。大哥，你竟然向他道歉？大哥不必如此，一句对不起，哪能把以前的事全抹嘞？俺不是不原谅，就是心里那根刺还没拔干净嘞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道歉不够。咋感觉他能听见俺想啥嘞？此事到此为止，月次继续邮寄，秋月交给管家审问。大哥已失控，提前取账本。大半夜不睡觉，搁院里练轻功嘞，瞅着神性，咋恁像沈月慈？是我。二哥为何在这里？赏月。乌漆麻黑，月亮都搁被窝里睡了，恁赏啥嘞？赏乌云。二哥这嘴，不去街头卖假药都可惜了。大哥和父亲已经在书房附近等着。你们究竟在做什么？抓贼。抓啥贼嘞？沈月慈今晚来偷账本，原书里他把账本交给亲生父亲周万山，周万山靠账本找到侯府生意漏洞，最后联合外人做了个假账，把俺爹送进大牢。
果安迪要是猛嫩糊涂，应该提前换一本家了吧？最好在家账本里放几个诱饵，谁敢来问，谁就是通货。父亲，我们原本只准备了一本内容未空的假账，现在改。偷东西都不能换个地方藏，这么厚一本塞怀里，瞅着跟怀了6个月似的。谁？父亲不拦他？让他拿走。为何？有些人藏得太深，只有放出鱼饵，才能让他们主动咬钩。乖乖嘞，俺爹长脑子了。爹，这是侯府近3年的账本。好女儿，只要拿捏住侯府生意，你便不必再受他们的气。他们已经不信我了，尤其是大哥。亲生的就是亲生的，你不是沈家血脉，他们早晚会把你赶出去。那我怎么办？把侯府的东西变成咱们自己的，等沈家倒了，你还是周家的大小姐。城中的粮铺每月亏损3000两，侯府竟还在往里面填银子，还有南边的茶庄欠了那么多货款。这些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只要我们提前买下粮铺的债，再切断茶庄货源，侯府就得求到我们头上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这2处生意都是假的。城东粮铺早已转手，南边茶庄也根本不欠货款。这些人平日都与侯府有生意往来，没想到早已与周万山勾结。还不止这些，周万山15年前是一个穷困账房，月慈被抱进侯府后，他突然得到一大笔银子，开了绸缎庄。你的意思是，孩子并非意外报错？很可能是有人故意调换。就算差到这一层了，本来就不是报错。周嬷嬷当年收了周万山1000两，趁节省的时候，把俺和沈月灿换。沈月慈10岁时就知道真相，他还偷走了侯府寻找俺的线索，让人把报信老乞丐赶出城。他10岁便知道。父亲说什么？我说，他若10岁便知道，实在可恨。咋感觉俺爹跟着俺心里说嘞？恁几个今天咋都怪怪嘞？父亲只是猜测。只凭账本还不够，必须让月慈彻底放松警惕。让他以为我们重新相信他。如何让他相信？全家与之意决裂。父亲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人在知意房中搜出了侯府账本。账本不是我拿的。东西是在你床下找到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啥情况？才一觉醒来，大哥脑子又泡回水里了。姐姐可能只是一时糊涂，账本关系侯府生意，姐姐也许只是想帮忙。一个从未学过管账的人，拿账本帮什么忙？连二哥也不信俺，前2天还给俺弟查，今儿咋翻脸比老兵还快嘞？父亲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知意偷拿账本，或许已经与外人勾结。三哥可是最会查证据的，他连查都不查就给俺顶罪。不中，俺留在这里也是碍眼，不如收拾包袱走人。知意，你刚回侯府不久，我们本想好好教导你，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他被接回家时，也曾满怀期待，想听父亲叫他一声女儿，想和哥哥们像普通兄妹一样相处。可无论怎么努力，
家前仅只要哭一哭，所有人便会站到另一边。原以为因为我的到来一切已经改变，可似乎并没有。既然父亲母亲认定是我做的，我无话可说。父亲，求您不要赶姐姐走。她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年苦，如今好不容易回家，若再被赶出去，她该怎么办？谁说要赶她走？先将知意关进西边偏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关就关吧，至少偏院清静。等天黑了，俺就翻墙跑路。京城混不下去，俺也去乡下种地，种不出金银，种2亩红薯总能饿不死。姐姐，我来看看你。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怎么还是被关起来了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这个家永远不会选择你。我在侯府生活了15年，父亲母亲疼我，哥哥们护我。你身上就算流着沈家的血，也不过是个从乡下回来的外人。乖乖嘞，这妮儿忍了恁久，果然如此。总算不夹着嗓子说话了。门一关，绿茶变皮糖。玉镯是我让奶娘放的，壶也是我自己挑的，药酒、毒汤、情书全部是我安排的。可那又如何？只要我哭一哭，大哥还是会相信我。他咋突然全着了？俺又没带手机，也没法录音。要是全家都躲在屏风后面就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你并不是意外与我报错。是我的亲生父亲花钱买通周嬷嬷，故意把你换出去。我10岁那年便知道了，侯府曾经差一点找到你，是我让人毁掉了画像，赶走了前来报信的乞丐。沈之意，你在外面多受1天苦，都有我的功劳。俺本来以为他只是怕失去荣华富贵，没想到原主15年的苦，真有他一份。这不是抢了别人的位置，这是明知道位置是偷来的，还拼命把主人往死里踩。你就在这里慢慢等吧，等父亲彻底厌弃你，我会亲眼看着你被赶出侯府。现在出去吗？还不是时候。谁在屏风后面？刚才是不是有声音？难不成有耗子？原来是猫，吓一跳。沈家已经上钩，3日后取印章与嫁妆册。大哥，厨房做多了，送来给你。乖乖嘞，厨房这是把满汉全席做多了？大哥不会又搁这试探俺吧？没有试探。大哥说什么？我说这些菜没有毒，你可以放心吃。俺也没问有没有毒啊，他咋知道俺怀疑有毒？大哥，父亲准备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？再等几日。等查清楚账本是我偷的。大哥，总之你不会有事。这话听着咋跟戏台子上算命的似的？有事没事也不说清楚。大哥，送完了，你躲在这里做什么？听听妹妹怎么骂你。滚！大哥，这就受不了了。你以前误会她那么多次，她只骂你几句冤种，已经够客气了。我知道，哼，知道就慢慢补。妹妹心里那根刺，不是一顿饭能拔出来的。母亲，月底前些日子做错了事，今日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放下吧。母亲还是不愿原谅我吗？你毕竟是我养了15年的女儿，
只要以后安分守己，我不会赶你走。真的？我何时骗过你？母亲，月慈以后一定听话。乖乖嘞，还真来偷啦！哼，二哥、三哥，你们为何也在这里？看月亮。后府这月亮可真忙，天天躲着，天天不出来，还恁多人来看他，见不红心不瞧，连眼皮都没多挑。今晚的乌云格外好看。印章和嫁妆册可都是假嘞，俺娘要是真把真了放里面，那他这侯府夫人也白当了，回村跟俺一块种红薯吧。小姐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个印章我从小见过无数次，母亲根本没有怀疑我。只要把印章和嫁妆册交给父亲，顾氏名下的铺子、田庄和银号都会变成周家的。可大小姐那边，她已经被关起来了，父亲母亲都不再相信她。我早就说过，我在这个家生活了15年，沈之意拿什么跟我争？恁咋恁自信嘞？俺是被关起来，又不是被卖了。再说全家都搁屋顶趴着看恁偷东西，恁还觉得自己赢了？什么声音？原来是猫。好险，差点让他发现后府一家子半夜不睡觉，全趴到屋顶听枪根。东西拿到了，只要盖下这几份契约，顾氏名下的铺子便能转到我们手中。老爷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？印章是假的，铺子掌柜说契约上的印根本不是夫人的私印。不可能！嫁妆册上的铺子3年前就已经卖掉了，剩下几处地址全是空院。假的？爹，你打我！废物，连真假印章都分不出来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你以前不是这样说的，以前你说我是周家最大的福星。那是因为你能从侯府拿东西，拿不到东西，你算什么福星？这次失败，主上一定会生气。只要祠堂里的幻女文书毁掉，沈家便没有证据，到时候再想办法。祠堂？沈家祖祠第3个供桌下面有当年接生稳婆留下的证词，那是沈家祖祠。烧了它！你都不是沈家人，还心疼他们的祠堂？好，我烧。沈直义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富贵了便不认养父母，老天爷开开眼，劈死这个不孝女吧！谁呀？大早上哭得跟村口杀猪一样。大小姐，外面有个妇人，说是您的养母。来了，亲闺女搁后府吃香喝辣，她跑来骂俺不孝，咋嘞？俺脸上写着好欺负啥字儿？之意，娘总算见到你了。这就是侯府刚找回来的大小姐，连养母都不认，也太没良心了。我辛辛苦苦养了你15年，你在家里打骂弟妹，偷拿银子，我都没有赶你走。如今你成了侯府千金，竟然派人打断你养父的腿。你说
你养了我15年，是，从你出生起，便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将你养大。吹吧嫩久，原主的养娘心里3年前已经死了。这刘氏只在原主10岁时见过他1回，还嫌他穿的破，把他推到泥坑里。既然是知意的养母，便请进府中说话。后爷夫人，知意从小便性格恶劣，她12岁那年便偷走家中50两银子，15岁时还差点把妹妹推下河。乖乖嘞，这剧情编得挺熟，偷钱、推人、忘恩负义，全是假千金干过的事儿。她回来后便威胁我们不许进京，我家老爷不答应，他便派人打断他的腿。何时打的？半个月前，在何处？就在城。半个月前，沈之如尚未被接回侯府，他人在300里外的清河县。那是我记错了，是10日前。10日前，之如一直在府中。大婶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到底哪日打的？反正就是他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母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便是2小姐吧？这位夫人既然养育过姐姐，便是侯府的恩人，姐姐就算心中有怨，也不该不认养母。娘俩演的可真像。10岁那年，刘氏还偷偷去寺庙见过她，刘氏送她一只长命锁，她嫌痛做了太便宜，当场扔进了池塘。柳夫人以前见过月慈吗？见过。何时见过？我方才进门时见的。可二妹妹刚刚才进门，你怎么在她进门前便知道她是2小姐？侯府2小姐名声在外，我猜的。既然猜得如此准，为何认不出自己养了15年的女儿？二哥、三哥，你们何必为难一个妇人？她只是思念姐姐，才会语无伦次。对，我是太想知意了。既然你养了我15年，总该知道我身上有什么胎记吧？胎记在什么位置？什么形状？你左肩有一块红色胎记。没有。那就是右肩。要不你再猜猜脚底？我年纪大了，记不清楚有什么奇怪。养了15年的孩子，连胎记都不知道。10岁时见过一面的侯府小姐，倒是一眼认出。来人，将她送出去。沈之意，你不能赶我！你若不认我，全京城都会知道你忘恩负义。我的养母姓李，3年前便已经病逝。她临终前，把家中仅有的10文钱留给我买馒头。你是谁？我根本不认识。真正养大我的人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。至于冒充他的人，不配让我叫一声母亲。送客。他给了你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搜。母亲，你们已经如此不信我了吗？既然没有，搜一搜又何妨？乖乖嘞，现在全家夺绿茶比夺纹身还熟练，这配合没有10年功夫练不出来。药粉放花盆里了，原书里他要用这东西命运受祠堂的婆婆，然后在祠堂放火，烧掉当年的幻女文书，再把纵火罪名栽给俺。月慈很快便会去祠堂，这一次我们不阻止。父亲准备放火？不是放火。2位嬷嬷辛苦，这是厨房送来的热茶。
15年前，周嬷嬷收取周万山1200银，将侯府女婴与周家女婴调换，不能留下，这些东西绝不能留下。沈之意，没有这些证据，谁也不能证明我早就知道身份。只要你背上火烧祠堂的罪名，父亲绝不会再留你。这妮儿可真敬业，大半夜放火，还得先说段翻牌台词。我就知道，不说完都不舍得点。里面用的都是什么？空白纸张，木箱也提前泡过水，火只能烧表面。谁？天哪！来人！着火了！不会真把他熏死吧？打脸归打脸，可不能弄出人命。再等实习。救命！我不想死！中，白莲花烧成黑莲花了。是他，是沈之意放的火。俺搁外面抱着被子看半天，我还能拐弯跑进去。之意为何放火？因为他想毁掉族谱，他害怕自己的身份是假的。那你为何会在祠堂里面？我看见他鬼鬼祟祟进来，便跟过来阻止。火也是他点的。这些也是之意放进你身上的。对，他为了嫁祸我，故意塞进来的。不错，解释的很完整。可惜祠堂里装了留影机关。什么机关？侯爷，是二小姐给奴婢送来掺药的茶水，她以为奴婢昏迷，便独自进入祠堂。不是，他们被沈之意收买了。你亲生母亲今日塞给你的东西是迷药，花盆里的药包已被我们取出，确实是能使人昏睡的药粉。你为什么要烧祠堂？里面供奉着沈家仙。沈家先祖，我又不是沈家人，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终于承认了，你早就知道自己不是沈家血脉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把他带下去，从今日起关进后院柴房，任何人不准见他。大哥，你不能让他们这样对我，我在侯府陪了你15年。正因为15年，我才给过你一次又一次机会，是你自己把他们全部烧光了。沈之意，你别得意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让你好过。都黑成炭了，嘴还嫩拧。不过俺举庆，他下一步该在宾客面前质疑俺的身份了。还要搞滴血认亲，古代人咋恁爱滴血嘞？这东西压根就不准，只要水里加点白芡，谁的血都能溶得快。7日后是侯府家宴，他一定会借家宴出手。那就让他出。这次我倒想看看，他能给妹妹找一个什么样的亲爹。父亲、母亲，月底知道自己犯下大错，今日不敢求你们原谅，只求当着宗亲和宾客的面，把姐姐的身份查清楚。乖乖嘞，黑莲花洗干净，又回来接着演白莲花了。俺就知道祠堂烧不成，他下一步肯定要滴血认亲。之意的身份早已有稳婆、乳嬷和当年留下的信物共同证实，还有什么需要查的？父亲，稳婆可以收买，信物也能伪造。姐姐回来以后，府中接连出事。月慈不是想污蔑姐姐，只是担心有人利用侯府血脉做文章。你烧祠堂时，可不像这么担心侯府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都不信我，可此事关系沈家血脉，不能因为讨厌我便不查清楚。嫩瞅瞅，他不说自己放火，反倒说全家因为讨厌他，所以偏心俺。这嘴是真不赖。搁俺老家卖羊汤，一张嘴能把清水说成高汤。你想如何查？滴血认亲。这位薛大夫行医40年，由他亲自主持，最为公正。只需侯爷与2位小姐各取1滴血，若血液相融，便是亲生血脉。古代人咋恁爱滴血嘞？这玩意儿压根儿不准。冷水、热水、盐
白饭，随便加东西，结果就能变。这碗里已经放了白饭，哼，别说俺跟俺爹了，门口那条大黄狗里一滴进去，都能跟俺爹认个亲。此法传承数百年，断不会出错。薛大夫，你确定谁的血都不能随意相融？绝无可能，若无血缘，血滴必定分开。老陈，进来。二公子，您找小人？扎手啊！取一滴血。二公子，这是认亲用的水，岂能随意？你不是说没有血缘便不会相融吗？试试而已。啊！恭喜父亲，失散多年的亲儿子找到了。侯爷，跟小人没关系啊！俺大妈都是种地的，小人绝对不是侯爷的儿子。俺的娘嘞，不是亲父女先认了个亲儿子，照这碗水认下去，今儿家宴结束，俺爹能多半个京城的孩子。薛大夫不是说绝不会出错吗？镇远侯竟与门房有血缘，可能是水有问题。水是你带来的，也许是有人暗中换了水，重新换一碗。换多少碗？换到你满意为止。母亲，我只是想确认姐姐的身份。那便确认。是白矾，加入水中可以让原本无关的2滴血更容易相融。你为何要在水中加白粉？不是小人，是有人给了小人500两，让小人照做。谁给你的？是这位姑娘。小姐救我！奴婢都是按您的吩咐行事。我没有，是他擅自做主。又来了，后府下人真忙，白天伺候主子，晚上还得背锅，干了不好挨骂，干了太好还得被灭口。月慈，薛大夫是你找来的，水是你准备的，翠儿也是你的人，你还要说与自己无关？大哥，我只是想证明姐姐不是沈家人。为什么如此笃定她不是？我不是笃定，我只是担心。知意出生时的稳婆已经找到，当年在场的2个丫鬟也都确认过她右脚脚踝的胎记。这是沈家女子代代相传的胎记。月慈，你还有什么想查的？你们早就认定他了，无论我拿出什么证据，你们都会护着他。我们护着的不是谁，是事实。大哥，你也觉得她才是你的妹妹？她本来就是。乖乖嘞，大哥这回算是真醒了，就是醒的有点晚，跟过年初8才想起来放鞭炮一样。他们已经彻底不要我了。既然如此，侯府的东西也别想留下。去准备马车，明晚从西角门。小姐，真的要全部带走？不是带走，这些原本就该属于我。我在侯府生活15年，母亲的珠宝、祖母的古董，还有哥哥们送我的东西，全是我的。老天爷啊，这是逃命还是搬家嘞？恨不得连库房地砖都撬走。他拿的全是家货。二哥说什么？我说库房里的东西不值钱。好家伙，俺娘这是连夜开了个家货铺子，金蚕是铜的，珍珠是月珠子磨的，地契连地名都是编的。大哥不会又心软了吧？可别，这妮儿带玉佩是准备卖钱，不是留着睹物思人。我知道。大哥，你又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他不会回头。这家人咋老记俺心里的话嘞？小姐，门怎么开着？他们如今都在看守正门，谁能想到我会从西门走？反派跑路咋都爱走西门嘞？东门犯冲，南门太热，北门风大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用看沈家人的脸色。小姐，我们去哪里？去找我亲生父母。爹已经安排好船，明日一早，我们便离开京城。太危险。俺也去。不行，他
他最恨的人是你。俺去了，他不正好放松警惕？不让俺去也中。反正俺知道他去城南柳树巷第7户，院子底下还有间密室。关女问说，周嬷嬷收银子的账本全藏在密室床底下。上车。不是危险吗？现在必须去。男人变脸那么快。拿到了。侯府大半珠宝、地契、银票都在这。这么大的珍珠，拿到南边至少能卖3000两。好，有这些东西，咱们一家3辈子都吃不完。爹娘，侯府已经容不下我，以后我只有你们了。傻孩子，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妈怎么会不要你？说的真好听。等会儿发现珠宝是假的，亲娘能第一个翻脸。亲爹还准备拿着值钱的东西自己跑路。原书里这俩人压根儿没给沈月慈留船位。今晚便将值钱的东西分开装，天亮前离开。青石县大柳树村王八坡，京城周围哪有这个地方？不可能！全是假的！冒这么大风险就偷回来一堆破铜烂铁，我明明从母亲库房里拿的。废话！你在侯府生活15年，连真假都分不清。爹，又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老子花了那么多银子把你换进侯府，不是让你空着手回来的。你不是说只要我回来，周家便永远是我的家吗？家？你如今被侯府赶出来，什么也没有，我们拿什么养你？看吧，家爹家娘养他15年，至少给过他真心。亲爹亲娘嘴上喊宝贝，眼里只有银子。他算计一圈，最后把自己算成了没人要的。跑出去！我们什么时候上船？什么我们？船只够坐4个人，我、你娘、你弟弟和船夫已经满了。那我呢？你不是有手有脚吗？自己想办法。可侯府正在找我，那也是你自己没本事。原来亲生父母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女儿，我只是你们安插到侯府的一枚棋子。如今棋子没用了，便该被丢掉。爹，侯府还有一处真正的藏宝地。哪里？父亲书房下面有一间暗库，我知道开启机关。娘就知道月慈是最有本事的。我带你们回侯府，可你们必须带我一起走。当然，你是我们的亲女儿，不带你带谁？还骗了，他压根儿没打算回侯府，只是想把沈月慈稳住。等会儿拿到密室里的幻女证据，就准备杀人灭口。再等一下。小姐，老爷夫人真的会带您走吗？他咋提前进去了？密室床下第3块石板下面就是全部证据，其中一封信是他10岁时写给周嬷嬷的，信里说绝不能让真正的侯府小姐回来。只要这些东西落到侯府手里，我便再无翻身可能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只是想看看。这些东西不是你能碰的。爹准备怎么处理？全部烧掉。那我的床位呢？等离开京城再说。你还在骗我？船只有4个位置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带我。你已经知道了，就该懂事一点。我花钱把你送进侯府，你享受了15年荣华富贵，已经够本了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是女儿。既然我活不了，那这些证据你也别想留下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把东西留下！你们怎么
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你们说话那么大声，隔着2条街都能听见。二哥又开始吹了，明明是一路跟来的。侯爷，这些都是周万山做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贱人，换孩子时你也收了银子，如今想把罪全推给我。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我会来这里。我们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一次次选择继续伤害知意。机会？你们将他接回来时，我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是你自己不敢接受他。若你没有害他，侯府不会立刻赶你走。大哥，你现在还会相信我吗？不会。拦住他！他手里拿了信是最关键嘞，那封信没了，他就能说小时候不知情，而且他不会直接逃走，他会先回侯府。原书里他最后一招是写遗书装上吊，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俺身上。回府！他都已经暴露了，还装上吊有什么用？人言可畏，他若留下遗书，说是我逼死他，外人未必知道真相。你留在这里。我也去。太危险。又来了，每回有事都让俺躲着。恁几个要是再晚一步，他真掉放杆上，到时候还得俺去解释。上我的吗？他咋又知道俺要去？不中，这家人肯定有啥事瞒着俺。侯爷，夫人，小姐说不想活了，她还留下了一封遗书。小姐，等会儿，这哪是上吊嘞？北陵打的是活口，脚底下还垫着3层棉被，绳子另一头拴着房梁后面的铁钩，他脚尖一勾就能松开。这不是上吊，这是搁屋里荡秋千嘞。坏了，二哥把他逃生绳踩住了，这回加上的要变真雷波了，赶紧放下来，可别真出人命。大哥，我已经没脸活下去了。二妹妹，你这上吊的结打得挺方便，人死了脚一勾还能自己下来。我不知道，绳子是翠儿准备的。小姐，明明是你亲手打的结，你还让奴婢在拜烛香香日记了。闭嘴！沈知意仗着亲生血脉处处逼迫，父母兄长接受他蛊惑，月慈不愿再受羞辱，只能以死证明清白。这不是遗书，这是准备给知意定罪的状纸。我被你们关进柴房，亲生父母也不要我，如今连死你们都要怀疑。恁要是真想死，咋还提前让翠儿算好时间救人，还特意挑全家快回府的时候上吊？阎王爷见恁办事恁讲究，都得问一句：要不明明儿再来？二哥竟还笑我，难道我死了你们才满意吗？别再叫我大哥。你说什么？你10岁时就知道知意的身份，你不仅阻止侯府寻找他，还一次次派人毁掉线索。他在外面吃苦时，你坐在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。他回来后，你又想毁掉他的名声，甚至要他的命。那封信是假的，是沈知意伪造的，信上的字迹可以让人合眼。周嬷嬷和稳婆也已经被找到。这妮儿现在装晕都没人接了，摔多了也知道自己找地方扶，可算有进步。明日家宴，所有证据都会当众公布。你若还有半句良知，便在明日认错。认错之后呢？离开侯府，归还侵占的财物，以后不得再以沈家女儿自居。离开侯府，你们还是要赶我走，都是因为他。他若不回来，一切都不会变。我回来不是为了抢你的东西，我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家。可这个家原本就是我的。你终于说出真心话了。原来他从不觉得自己只是占了沈知意的位置，
他早已把偷来的一切当成了自己的。想让我认错，做梦！明日家宴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一起后悔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月此今日只求一个公道。你先说。自从姐姐回来，府中便将所有过错推到我身上。玉镯不是我让人藏的，漏水也确实是姐姐推我，药酒、毒汤、情书全是下人自作主张。至于偷账本和火烧祠堂，更是姐姐栽赃。乖乖嘞，他这是准备把所有锅一次性摔回来，恁当这是过年大扫除，啥脏东西都往俺门口倒？真正的凤血玉镯、赝品以及沈月琪写给周嬷嬷的纸条，自己可以伪造。是二小姐让奴婢把赝品放进大小姐包，这镯子也是二小姐交给奴婢藏起来的。你收了沈之恶多少银子？二小姐，奴婢照顾您10几年，如今您连奴婢也要舍弃吗？湖边作证的2个丫鬟，驱寒药包，沈月慈安排他们做伪证的供举，全部在此。他们联合起来污蔑我。药酒是你送的，柳家姑娘是你安排的，那份承诺送出铺子的字证也是你的字。不是我，有人模仿我的字迹。那这个呢？秋月已经招认，你给他500两，让他锯断我的车轴。大哥，我怎么可能害你？秋月一定是被逼的。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这是密室中找到的信件，其中一封是10岁的沈月慈亲手所写。若侯府再次寻找沈之意，务必销毁画像，驱走报信之人。10岁便占了之意的位置，还故意阻止之意回来。不是我没有写过。这是沈月慈10岁时抄写的诗文，字迹、落笔习惯、兰花记号全部一致。这回咋不说兰花自己长纸上了？恁再编，俺给恁递个画本，让恁照着念。就算这些都是真的又如何？他一回来，你们便全都变了。母亲不再疼我，大哥不再信我，二哥、三哥处处帮他，我只是想保住自己拥有的一切。可你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。不是我偷的，当年怀孩子时我只是个婴儿。可你10岁便知道了，你可以告诉父母，可以让后父把我找回来。你没有，你选择继续享受偷来的人生，还阻止他们寻找我。换成是你，你会舍得吗？俺不知道10岁的自己会不会害怕，可俺知道15岁的自己不会给祖母下毒，不会给大哥锯车轴，也不会想烧死全家。说的真好听，你不过是因为赢了才有资格装善良。若今日跪在这里的是你，你只会比我更狠。不会，大哥，所以我才相信你一次又一次。也正因如此，你的欺骗才更不可原谅。你不是因为之意回来才失去我们，是因为你选择伤害他。好，你们都不要我，那便一起死吧！完了，这毒只要吸入1点，便会七窍流血。啥毒嘞？这不是白面吗？闻着还挺新鲜，蒸馒头指定得劲儿。确实只是普通面粉。怎么可能？柳氏交给你的药，早已被我换走。二妹妹，你今日总算当成白莲花了。我不信，为什么每次都会失败？沈之意是不是你？你为什么每次都知道？我不知道妹妹在说什么，因为俺看过800本同款小说，恁每一步都跟照着目录走一样，俺想害错都难。你们是不是一直知道？将沈月慈带下去，与周万山、柳氏一同处置，侵占侯府的财物全部追回。从今往后，
他不再是沈家人。放开我！我是侯府小姐，我是父亲母亲养了15年的女儿。曾经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唉，乖乖嘞，来的时候一个包袱，走的时候得雇3辆马车，这算不算空手套侯府？走，女儿要走。之意，母亲怎么来了？你收拾东西做什么？沈月残的事情已经结束，我也该离开了。离开？你要去哪里？回清河县，那里虽然没有侯府富贵，但我生活了15年，我在侯府住不惯。是哪个下人怠慢你，还是谁又说了什么？都不是，俺就是有点害怕。他们现在对俺好，是因为贾千金做了坏事。等过几年气消了，会不会又想起他的好？毕竟他们和他有15年感情，俺回来才几个月，咋能比得过来？母亲怎么哭了？眼里进了沙子。屋里哪来的沙子？你不能走，因为这里是你的家。谁敢干我的孙女？之意，你的名字已经正式写入族谱。你想走，先从我身上跨过去。二哥做的可是银票箱，俺真跨过去，顺便把箱子带走，中不中？这个也不能带。他咋知道俺想带银票？大概是猜的。这是侯府库房、田庄和铺面的钥匙，母亲让我交给你。大哥，这些不该给我，我刚回来不久，沈月残生活15年也没有拿到这些。你与他不同，你是沈家女儿。只是因为血脉？不是，因为你从未伤害过我们，是我们先伤害了你，尤其是我。大哥，你可以暂时不原谅我，但别走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大哥这回说的还挺像人话，不过俺还是不太信。以前送点心俺怀疑有毒，送首饰俺怀疑试探，现在送库房钥匙，不能是准备看俺贪不贪财吧？不是试探。我方才说话了吗？你说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天气不错。这几个有问题。我心里刚说镯子藏在床板下，父亲便派人去搜；刚说贾千金要跳湖，全家便提前布置渔网；刚说毒粉在鞋底，三哥便去查鞋。每一次，全家都像提前拿到了剧本。难道他们能听到俺心里想啥？大哥要是能听到，就摸一下鼻子。不摸是吧？大哥鼻子上有灰。二哥要是能听见，就咳嗽一声。不咳，那俺把它藏在枕头底下的画本送给爹。什么画本？没有。三哥要是能听见，就往左边走一步。他要是不走，俺就告诉二哥，三哥偷偷把他的玉佩拿去当铺问过价。你拿我的玉佩去当铺，只是问价，那是我最喜欢的。之意，为父突然想起还有公务。爹要是能听见，就再往前走。不走了，俺记得娘把爹私藏的酒全倒了。我的酒真是你倒的？你怎么知道？祖母要是能听到，就再吃一块桂花糕。可惜了，这桂花糕里面那块红豆馅儿，祖母最喜欢。恁几个是不是一直能听到俺心里说话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玉镯那次？差不多。俺的娘嘞！那俺骂爹糊涂，骂大哥冤种，骂二哥卖假药，骂三哥是黑心芝麻馅，他们全听见了。你什么时候骂我是黑心芝麻馅儿？暴露的真彻底。大哥，怎么？俺说恁脑子泡水，恁也听见了。听见了。俺说恁暂时不能要，也听见了。说恁脑子能捐了，听见了。俺不活了。之一，让开！你慢些，别摔着。还偷听！我控制不了。大哥就恁听的最多，俺第一天回来恁还瞪俺。是我的错。俺说啥恁都听见，还跟他装不知道。
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不能？只要试图说出真相，就会失声。大哥，你前面让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现在多跑几圈也是应该的。你没被骂过。二哥，我忽然想起还有事儿。大哥，孩子还愿意追着他们闹，便说明他没有真想离开。其实我没有真的生气，更多的是羞耻。那些以为无人知晓的吐槽，原来全被家人听了个清楚。可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知道我所有的害怕、委屈和不安，却依然选择把我留下。其实，有家人能听见，也不全是坏事。谁都不准哭，我没哭，还装，眼泪都快掉鞋面上了。侯府追回了钱财，也补偿了受损的商户与下人。这块红烧肉肥了点儿，我爱吃肥的。唉，鱼刺真多。今日风大，早知道带个披风。顺手带的。顺手？天气冷，恁就装吧。前2天俺想吃糖葫芦，第2天府里来了8个卖糖葫芦的。那是二弟安排的。大哥，你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推。8个摊贩，全是大哥从街上抢来的。你话很多。以前的沈之一渴望家人看见他，而我来到这里后，家人不但能看见我，甚至能听到我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。有时候很丢脸，有时候又很安心。母亲的生辰过后，轮到我的生辰，这是我回侯府后的第1个生辰。这次可不许再让人拿走。孙女一定收好。一只镯子印出那么多事，要不还是换成银票吧，银票揣怀里安全。香的美。哈哈，祖母，您现在连装都懒得装了。年纪大了，偶尔说错话。玉镯一事，误会之意，欠一次道歉；落水一事，未及时信任之意，欠一次寿礼、药酒、情书。大哥，你若不喜欢，我可以重新准备。木盒做的挺丑，但我喜欢。这个大哥现在能要了。那我呢？二哥凑合。我呢？3哥心眼太多，得再观察观察。妹妹，我只是查事情仔细。都别围着支持意。今日他生辰，先吃饭。尝尝，俺娘做的汤真得劲儿，好喝便多喝些。以后俺也不能随便想东西了，万一哪天俺看上那家公子，岂不是还没开口，全家就知道了？哪家公子？俺没说话。看上谁了？没有。姓什么？哪家的？俺就是随便想想。妹妹别怕，说出来，我们只是了解一下。心灵才怪，瞅恁仨的脸，像是准备半夜逃马蛋。在你及羲之前，谁敢告进侯府，本侯先打断他的腿。女儿才刚回来，你别吓她。中，有这么一家人，以后谁还敢欺负俺？我曾以为穿进甄家千金文，注定要拼个你死我活，后来才明白，真正属于我的，从来不是侯府的富贵，是这一桌永远为我留着的饭，是有人包容我所有的委屈与缺心眼儿，并永远愿意站在我身后。爹娘、祖母，还有3个哥哥，以后请多关照。怎么忽然这么客气？客气啥嘞？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，谁敢惹俺，关门放哥哥。放谁？
自然先锋大狗。